这是我们的帆船有库里号。2026年，我们在船厂待了半年时间，把它从头到尾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正跟着它开始了在海上流浪的生活。接下来的一年，它会带着我们去新西兰周围的小岛和海湾转转。这一期，我们来到了奥克兰的后花园激流岛，探访诗人顾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游览遍布岛上的葡萄酒庄，逛一场另类气质的周末集市，寻找海边色彩鲜艳的老船屋，逛一座岛民用几十年旧物攒出来的社区博物馆，看看这座小岛是怎么慢慢变成今天的度假胜地。欢迎登上有库里号，我们一起去流浪吧。坐上来了。坐上来了。好，我来启动发动机。加油！哇，今天浪好大呀！我们这个船它的底部不是微型底，所以这种浪比较大的情况，人会比较难受。但是前船主给我们继承的就是这艘船，那就用它吧。也没有多余的预算再买一艘好一点的小艇了。这个比那个过于僻静的好玩。欢迎来到南大洋。快了。好的。在这边大家都会给艇上个锁，以防有人把这个旋外机拿走。它主要很轻，有的人他会作恶。上了个岸花了20分钟，今天这个海况有点东西。今天是8月5号，我们现在在奥克兰。离开大屏障岛之后，天气都不咋地，所以我们在奥克兰找了一个锚地，休息了一段时间。这两天有个天气窗口还不错，我们准备去奥克兰周边的一个小岛玩一下，叫 Waiheke Island。它的中文名字大家应该更熟悉一点，叫激流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明天就出发。好，今天上岸就洗点衣服，给船上补给补给。拍一个好玩的。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good day. 我们又来老地方了。这超市有酱香饼干，突然开吃，还买了易购车的东西。176块6毛5，700块人民币，比上次少花了一些。哎，前面可以看到咱们的船就要离开喽。奥克兰居民体验卡结束，又要上路了，再见。现在准备把买的东西都搬上去。你这桶油得20公斤。哎呀，轻轻松松的，看见没？农夫行走。哇，你可以十里山路不换肩。还有一桶油没有拿上来，另外我们水箱里面的水也不是很多了，估计还得再跑1趟或者2趟。2位战士。What boat you got? Lotus 10.6. Oh, they're good boats. Have you done lots of sailing? No, yeah, we just came back from Great Barrier. Oh, yeah, it's cool over there. Yeah.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See ya. 那就咱们俩先上去，把东西放下来。回来接我和狗。
OK， 好。刚才隔壁离我泊的老头他也上岸了，现在我们得想办法先绕过他的船，再开出去，需要一个倒车。好，推吧。倒车顺利。哎，转过来了。Nice。好了。加油！大力士。哦。第一趟搞完了，现在准备再下去一次。大咧，这个小发动机跑个3、5趟就得加一次油。我绳子没绑紧啊，我的船员都走了。笑拉了。好，我现在要开回去了。我又来了，应该差不多就能接满了吧。早，今天是8月6号，给你们看看我们这2周停泊的这个锚地。昨天坐小艇上岸的时候，外面还是大风大浪。今天海面平了，但是风好像也停了，预报说只有2、3节。不过下周又要有一个低压来，奥克兰这边好像要吹到30多节的风，所以今天虽然风小，但是我们也得先出去。我们今天打算开到 Waiheke Island 的 Rocky Bay 去下锚，全程大概21海里，先开过奥克兰的海港大桥，出去以后看看真实的风力情况。如果比预报大一点，那我们就把帆升起来，准备去收拾，然后我们要出发了。OK， 现在把小艇拉上来。好。不用倒了。OK， 开始前进。你们看这个水上的波浪，这个风速显然不是2节，这个天气预报果然不准。看一下真实的情况吧。现在适风大概12节，风向是正顶风方向。那现在的真风大概也得有个7、8节了，但正顶风没有办法靠帆航行，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开过了北岸大桥，看看风向会不会变。前方就是海港大桥啦。我们那个船桅杆有17米高，然后那个桥呢是30多米。虽然你知道过去的时候不会碰上，但是每次路过还是会忍不住抬头看一眼。准备升主帆。这会儿港内的交通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的正前方右手边有一艘货轮，在货轮的左边有一艘帆船，在帆船的左边有一个交通船，快艇正在朝我们开，在快艇的旁边是另一艘帆船。我们等这些船过去了之后再升帆吧。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船是什么船呢？
速度比想象的快，因为今天的真风比实际上大一些。现在适风大概9节，真风大概6节，我们的航速有5节。非常好，可以关发动机了。世界安静了，航行的感觉如何，家人们？太他妈爽了！现在在我们左边的这个岛叫做 Langi Toto。Langi 在毛利语里面的意思是天空 ，Toto 是血红色的、猩红色的，所以可能当时毛利人来到这个岛上，它这个火山正好喷发，所以就给它命名为 Langi Toto。Te rangi I Toto ngia I teihu o Tamatekapua。开了一会儿风变小了，现在适风变成了5节，我们的航速呢也降到了3节。我们准备看一下能不能通过调整前帆、主帆，再让我们的速度再快一点。我们刚才调节了一下我们的 traveler 和主帆的形态，现在速度起来了一些，大概有个5.4节、5.5节，比刚才快了1倍。结果发现其实是风变大了。应该不是，因为这里真风就还是这么多，而且我们的速度起来了一些，而且现在跳跳的形态看起来还不错，基本上和帆是平行的。我们现在速度稳定在了6节，好快啊！哈哈，但比那个游艇还是慢了很多。所以只要不和他人做比较，你就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比较就是人类痛苦的源泉。收好帆了，我们快到我们的锚地了 ，Rocky Bay 就在眼前。我们一会儿就要锚在这些 mooring 的船的附近。现在可以看到左边这些船的朝向，所以我们大概一会儿要跟他们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头朝南边，然后屁股朝北。他们那边会比较浅，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好的。好，你们准备去前面吧，准备下锚了。好的，好的。来吧 ，Snapper Line。好，我们把 Snapper Line 挂好了。另外一部分锚链它就是有一个向下的弧度，这样锚机就不吃力了。干得漂亮！冬天是这样的，每次一到地方就该准备休息了。太阳要落山了，准备简单吃个晚饭，早点休息了。给你们看一会儿激流岛的纯享海景。我们今晚吃酸萝卜老鸭汤味道的米线，一人再吃个煎蛋，然后再下点羊肉都可以了，简简单单又一餐。庆祝一下，我们又顺利到达了。耶 ！Yes！ 吃这个老母鸡炖鸭汤，酸萝卜老鸭汤味的米线。酸萝卜老鸭汤味的米线。Yes。OK， 看起来很香的样子。我操，人间美味！给你们尝一口米线、鸭肉，还有这个菜。有库里号，别的不说，厨师绝对是顶级配置，好吧？
谁同意谁反对？我同意。我也同意。吃完啦，天也黑透了，今天要早点休息了，明天见。早上的景色还挺美的，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船面朝南方，远处还能看到奥克兰的天空塔。西边就是我们今天要登陆的 Rocky Bay， 北边呢是一大片泥地。这个地方看似都是水，实际上退潮了之后，整片泥地都会露出来。东边呢有一个葡萄酒庄园，顾城的家也在这个附近。我们今天又会去他家转一圈。Rocky Bay， 它的毛利语又叫做欧米哈，欧发长音，代表的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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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地。米哈呢有2种解释，一个是幼年的金鱼，另外一个是嫩蕨叶。看到传说有一些金鱼很久之前游到过这里。我们北边那个泥湾，可能因为水深太浅，那些金鱼在这里搁浅。我就在猜测，因为新西兰有一种海豚叫做长鳍领航鲸，对族群非常的忠诚。如果有一条金鱼搁浅的时候，剩下的金鱼就会一起搁浅。然后毛利人看到了，就给它叫做了欧米哈。等等把小艇掉下去，我们今天就下岸去玩。好，落水了。哎，看那边是什么？那边好像是一些水屋，就之前这个岛还不像现在比较原始，岛上的人他们就自己盖这种小木房子。看到前面那种木头的坡道了吗？他们就会通过那个坡道把船拉上来，把船放在那个船坞里面存储。你看现在那边也躺了一些船，这种木质的老房子，在新西兰这边他们叫它 batch。今天小狗也可以上岸，再给我们带路，一条狗的使命。走上来之后，这边又有一个 batch。哦，这看起来像一个小图书角哎，我们去看看吧。Free Book Depot， 这里写了只能交换书。应该拿一本中学历史课本放在这里。正面是图书角，背面是铁皮 batch， 好像是被烧过这个房子。大家一般来激流岛会选择从城市上岸。我们船不是停在了那个 Rocky Bay 吗？这边就比较还原早期激流岛的生活。一上岸就看到了好几个 batch 在以前的新西兰比较常见，就是一种自己搭建的度假小屋。那个时候激流岛还不是富人岛，很多奥克兰人他们就来这边买一块地，盖个小房子，到了周末就开个船过来度假。我们今天第一站决定去华人必打卡景点顾城的家转一圈。那还行。他家刚好就在我们停的这个贝的附近，那就顺便来逛一下。走进来了，这边又是这种传统新西兰植物，复习一下阿卡库拉银蕨。面前又出现了一个 batch， 一个老旧的危房。我有个提问，你怎么区分 batch 跟现在新西兰主流市场的木头建的房子？其实现在很多那个房子也都是 timber frame。我理解应该就是因为 batch 比较简陋，就是农村自建房和商品房的区别。有道理。好像快到了，它就在这个 Fairview。他家的景色一定很棒，因为 Fairview。哇，有竹子哎，这很中国。这他家就是这个竹林吗？哦，那儿呢？我看见了，这里有中文。哦，还真是竹林。看到这个竹林就知道到他家了，但好像看起来不让进。私人禁地，请勿侵犯。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进去了。哦，但是可以看到，应该就是这里了。他家看起来好像也是个 batch。这么看，感觉顾城和我们这些辞职、买房车、住船、旅居的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感觉以前的生活可能有什么问题，但也说不上来哪里有问题，所以换一个地方重开。逃避
然后呢？重开成功了吗？从结果来看，并没有。直接嘎在了这里。顾城可能很多老辈子比较了解他，年轻人喜欢他的就比较少了。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大概88年的时候，他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情人，他们3个人一起移民到了新西兰，就买下了身后那个房子。后来在92年的时候，他的情人应该是不堪重负，过不了这样的生活，就离开了。顾城就一怒之下把自己的妻子给嘎了。我觉得从我们后来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他肯定是个渣男无误。但是换一个角度，在60、70年代，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港台文化、欧美文化，那他们唯一的心灵的出口就是一本书、一本诗集。他们应该是先知道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才知道了后来顾城逐渐精神失常，然后杀掉自己妻子的故事。这2种不同的顺序去看待顾城，应该比较容易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吧。话说评论区老有人问我们，问什么？就你们也是3个人啊？你不要乱说。这按照 MBTI 来分的话，你是顾城，我还是顾城啊。INFP 嘛。然后你是李英，然后我是谢烨，我是顾城的老婆。不敢玩了，再说大家真信。那你还说？玩笑归玩笑，但杀人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什么爱情的悲剧，它就是杀人，没得洗。哇！走过这里被震惊了。这条路叫 Fairview Crescent 是有原因的。又到了识别植物的环节，这个植物的毛利语叫做 Hebe， 就是田馥甄的那个 Hebe。请问你和周杰伦的事情是真的吗？他默不作声。接下来去附近一个酒庄，去看一下富人的世界。Coca Road。四川人这个话不敢乱说啊。Coca。所以 Coca 是什么意思？不敢说，不敢说。就是除去四川话那个意思。Coca 是什么意思？Coca。我们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这个地方因为狗也可以坐公交车，所以我们打算坐2站，缩短一下时间。我们走过来了，发现方向是错的，这边才是对的。看一下表，12点43，再过1分钟公交车应该就来了。给自己找了个座位，有种旅游巴士的感觉。这是小狗第一次坐公交车，还有点紧张。没事儿，小狗。公交车可以让狗坐在座位上，也是这个岛比较人性化的地方。在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还不是富人岛的时候，这里曾经吸引过一批嬉皮士，还有那些不拘泥于传统生活的人，比如顾城。这个公交车的规定，我猜测也和这段历史有一些关系。走着走着，马路变成了一条 track。酒庄就在这个墓地的对面，玉兰花开。像这些种葡萄的地方，在很早以前都是考里森林。100多年前，这个岛它就是一个资源岛，大家在这个岛上采矿、砍树、造船。后来树被砍完了，他们就把这些砍掉的森林改成了牧场放牧。再后来到了上个世纪末，也就是顾城来的那个时间点左右，奥克兰和激流岛开通了高速的交通船。坐这个交通船从奥克兰的市中心到激流岛就只要45分钟。再后来他们就把这些牧场的地皮卖给了一些酒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造之后，就形成了今天这个富人岛的格局。旁边有个博物馆，要不要进去看一下？今天好像不开门，它是周3、周6、周日开。今天周几？今天周5。OK， 那明天来呗。OK。那明天的任务也安排了一个，就是来逛这个博物馆。我们到酒庄了。网上说这边的葡萄酒比较稀有，说这个地方的产出的葡萄酿出来的酒的质量都是精品。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儿比较小，所以产出来的本来就少，再加上一些营销，就有了这个小而精的概念。感觉说中文。我会说中文。您好，没事。碰到老乡了。
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坐下，面前的风景是纯享哭葡萄藤。这边酒庄都会给你一个这种 tasting menu， 25刀你可以品尝这4个酒。这个啤酒单就是你可以选4个你想要的，你来品尝。然后红酒和白酒来自我们淮济岛。淮济岛的气候偏向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跟法国的波多地区很相近。法国的波多在法国的西海岸。对，然后我们种植很多跟法国波多相近的葡萄品种，像Merlot、Cab Sav、Cabernet Franc、Malbec、Petit Verdot。然后霞多丽是我们最主要的种植的白葡萄酒，所以第一款是我们的霞多丽，然后第2款是我们的希拉。啤酒也是我们自己酿的我们有从德国还有英国进口一些啤酒花和大麦。然后第一款是Seven Fire， 它是个哈尼，用这个蜂蜜还有7种不同的辣椒做成的啤酒，对。但它口感上不会特别辣。然后第3款是 Double IPA， 最后一款是 Chocolate Style。好的。我建议也是从左到右。好的。所以他说什么听明白了吗？就是喊你从左到右喝就行了。具体是什么酒不知道，我记住了这个左边第一个它是一个有辣椒的酒。但是喝起来更像花椒，好像花椒一点。那它就是花椒酒。但它还有蜂蜜。OK， 蜂蜜花椒酒，好邪恶啊，听起来。然后这边这个他刚才说，就因为它这个地方的气候和法国波尔多很像，所以造出来酒是一样的。我感觉哪儿的红酒喝起来可能都是一个味儿。那我先尝一下这个白葡萄酒吧。你很遵守规则，啥味道？酒的味道。白葡萄酒的味道。你还能分出来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味道的区别？好像分不出来。葡萄酒的味道。我要先喝这个，我要从右到左喝，我叛逆。尝一口这个酒。没有想象的那么苦，这是啤酒的味道，黑啤的味道。我要喝这个花椒味的。四川人喝花椒是吗？好难喝呀。哦，这样吗？很中肯的评价。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饭，2个汉堡，1份薯条，还有一个鸡翅。大家猜一下这个薯条多少钱？黑松露薯条。这么高级？不就是薯条吗？我猜20牛币。我猜22牛币。我猜15牛币。即使它在一个富人岛，它也只是一份薯条。等到我们吃完的时候，给大家揭晓答案。大家猜一下这份薯条多少钱？怎么样？好吃吗？一般吧，这个薯条感觉还不如麦当劳。这个同学呢？我可能是饿了，要好吃了。反正怪怪的，不是我想象当中薯条的味道。这个鸡翅不错，鸡翅挺好吃的。你感觉怎么样，丽丽大厨？好寒呐！粉丝先吃，嘿嘿，骗你的，我先吃。好老的肉啊！这是能说的吗？哇哦，好老的肉。我们继续吃了，给你们欣赏风景吧。来了个直升机。耗费太富贵了吧？刚才那份薯条给大家揭晓一下价格 ，How much？ 17刀，人民币的话就是68。如果换算成沪币的话，其实还好。这一顿一共吃了140刀。我的评价是不如华超。现在我们吃完了，离开了这个酒庄，天气特别好，就不坐公交车了，回去我们就走回去吧。来的时候我没注意，这边有一只死掉的新西兰紫水鸡，它的毛利语是 Pukiko， 这边是可以合法狩猎它的。在前面那个路口向右转，一路向南走就回去了。嘿，远处有2只还没有死掉的紫水鸡。抱回头，抱回头，抱回头。这边两边都是红树林，你们看在那个红树林的深处停了几艘帆船，还有船屋。这个岛上以前有很多这样的船屋，现在有一些船屋他们还是合法注册的，你可以住在上面，但是他们不再接受更多的申请了。它这种道路设计非常的神奇，目前在别的地方还没有看见，公路旁边就紧挨着是个这种块。别的地方都有钱直接修一个人行道。快回到锚地了，这路了两旁有这种非常嫩的蕨叶。
这么看，欧米哈叫嫩绝叶之地也是有可能的。你看这边还是。欢迎来到嫩绝叶之地。嘿，这个地方这个人在送盆栽，他在送这个花儿，马卡达米亚。查了一下是夏威夷果，我爱吃。哎，那我们拿一个。没想到在这儿连吃带拿，我们又拿走了一盆夏威夷果。谢谢。谢谢。拿回去种吧，看能种成什么样子。说不定就能长出果子来吃呢。现在的任务是把这盆花护送回船上。我把我这个植物交给你。好的，由我来守护。我们的夏威夷果树也安全上船了。还说回来钓鱼呢，这会儿又起风了，而且太阳也落山了。激流岛的南侧因为离奥克兰不是很远，就和奥克兰隔海相望，所以鱼不是很多。这边在以前经常有拖网渔船就出来围着海抓鱼。现在虽然政府禁止了在奥克兰附近的拖网捕鱼，但是种群的恢复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等等，先吃点东西。等到今天晚上天黑了，看看能不能用诱鱼灯吸引一些 mackerel 饵鱼之类的钓一钓。事已至此，我们还是要先吃饭。我们今晚吃豆花牛肉。这也太香了吧！哇，这个海带超级嫩。是不是？这不比白人饭香多了。中餐都是最屌的。对着。再把我们的老朋友 Sabiki 挂上。我诱鱼灯部署下去得有10分钟了，脚下就只有一些特别小的真鱼，就10厘米左右的大小。我们把这个诱鱼灯再放20分钟，看看有没有鱼。如果没有鱼的话，就放弃吧。路选错了，努力再多也没有任何结果的。好消息是脚下聚了一堆鱼，坏消息是你们看这些鱼都有多小。就它们小到都是透明的颜色。那今天就这样吧，不钓了。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小狗已经完成了今天它最重要的任务。今天是周六，这个 Waiheke Island 有一个每周一次的集市，我们打算去看一看，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没啥子太阳的，感觉也很舒服，逛集市不得很热。虽然新西兰这边也很难很热。预报今天是大晴天，现在看起来今天应该是个多云。好在风向是对的，所以海面比较平静。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哈哈，又忘关锚颈了，但证明他起码是工作的。好了，先把它暂停了。昨天的那些水屋，我昨天回去学习了一下，它这个 batch 指的不是说某一种类型的房子，而是特指新西兰人自建的度假小屋。它不一定是木质的，它也可以是什么石棉瓦呀、废弃的钢铁材料，就主要就是指 DIY， 并且度假。那公交车来了 ，Morning。Morning。 You know the Chinese poet who did? Guto. Did you come here for that? We came here yesterday. Yeah. I visited his house. Yeah. Yeah, He's very famous. he was very famous. The baby boomers age. We just
go by the sailing boat to everywhere. Oh, you sailed to Waiheke? Amazing. I thought you took the ferry. You have your own boat. 碰到了一个健谈的老哥。You are heading to the I'm also going to the markets. It's pretty quiet now in winter. In summer it's very full. But now in winter, not so many people come from home. 下一站就要到了。 Are you Kiwi? I'm German. Oh, no way. Super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Yeah, nice to meet you. Have a good day. You too. Dunk，他在玩他的娃。 The palace in Waiheke. Your sister splashed out on the bottle. Now no one's celebrating. Your Midas touch on the Chevy door. November flush in your flannel cure. This dorm was once a madhouse. Made a joke, well it's made for me how. 我们从这边倒过去吧。这里为什么会有杯子挂在这里？哎，是不是你可以用这里的杯子喝咖啡？然后它旁边有一个说 dishes， 就是你喝完以后放在这里。看起来今天还没有人用过。这里还有室内摊位，我们也进来逛一逛。有很多书。那写的汉字。哦，李贺。 Hello. Hi. Look, I'm Mike Johnson. That's me here. There's a big story behind this book. I love the Chinese poetry, particularly Tang Dynasty. I came across a couple of poems by, it's hard for me to pronounce this, Li He. And I liked the quality of mind, but the poem didn't work for me in English. I could see, and I thought I could do better. I could actually change that line and change that line. So I started to track down every translated poem of Li He's I could find. And then, like a hobby, I began changing them. In the end, it grew and grew, my hobby grew and grew, and eventually turned into this book. Sometimes when I was doing the translations, it was quite spooky, as if he was there with me, almost like saying, no, that line's no good. So Is he telling you English? Talk to Yeah, me. talking, of course. 他们拍照片做的明信片，好像是哦，一张照片70，哎，哇哦很便宜哈，真的。这个很适合用来打掼蛋，有没有？那我们现在从这个集市出来了，看起来它这个集市都是一些个人制作的小的手工艺品，还有一些明信片，再就是刚才那个作家。我们来之前听说这个岛上它有很多阿根廷裔，这个集市上会有他们卖的那种美食，但是发现今天集市上一个饮食摊位都没有，可能是现在是冬天，是淡季，那我们找点别的东西吃吧。到一些奇形怪状的船，据说早些年的时候，这里有很多人在岛上自己 DIY 造船。进出这种 DIY 的船，它造的像一个门面房。本来说找个吃饭的地方，结果没看地图，一不小心走过了。但是在前面不远处的地方就可以近距离看到这边的船屋，所以我们先去看一看。已经开始看到有人把船当成家了。这个只是一艘船，还不算是真正的船屋。这边的船好像都是直接坐在滩上，大家就住在船里了。嘿，那个是一个真的船屋，红色的门，黄色的屋顶。漂在水面上，像这样的船屋在这个岛上现在好像只有7个了。在Waiheke成为富人岛之前，就是这些不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在岸上盖 batch， 在水里面住船屋，过着逃避与世无争的生活。但他们的生存空间在这里现在被迅速的挤压，很多人都被赶到了更远的地方，比如我们上一次去的大屏障岛。这里有梯子，还有水船呢。Guys, just let you know, there's a 1 hour wait. 1 hour wait. Ah, okay. Very popular. 他说再往下走一点有一家，不用等那么久，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好像是Media Luna，是阿根廷的一种牛酒包。这个好像是Empanada，也是阿根廷的。选6个30。我选6个呗，那每个来一个。Gracias。听说这个岛上之前是有很多阿根廷裔，在我们今天去的那个集市上卖烘焙甜品。很明显，今天我们来吃的这一家，它已经做大做强了，香香的。上面好像有蜂蜜。
非常实在哈。看来今天老天想让我们吃到这个阿根廷美食。下一站我们去昨天没有去成的那个博物馆。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博物馆，门口摆了一些老物件。这边像是一些老式的船的舷外机，底下还有螺旋桨。这里是 entry by donation。来都来了，那就捐一点吧。Yep. That way you feel you've done it. 老式的机械声呐，这还是个手摇的，那挂体的咋办呀？嘿，这个船叫 Lucky Toto， 这好像是个弹鱼儿。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后面还有2个展馆是开的，我们再到后面来看一看。私闯民宅，还原了一个人的家，把他家改成博物馆了。像这种房子，它应该就是比较符合Batch的定义的度假小屋。后面是另外一个人的家，赢麻了小木屋。他们家看起来要稍微残破一点。这里有个妈妈正在带她孩子。再有个储物间，储物间里站着他们家的另外一个女主人。所以我推测他们是一个拉拉之家。这是女主人1，这边是他们在福利院领养的第1个孩子。这边是福利院领养的第2个孩子。这里有一个像是书房一样的，好像是个教室，这是黑板。然后后面有老师，就等于他们家的2个孩子有一个家教。那他们虽然房子看起来比刚才那个要残破一点，但是他们请得起家教。那也就是说，他们赚的钱基本上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这个博物馆还挺小的，很快就逛完了。看预报，好像今天晚上风就变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打算回船上了。如果风大了，还得防止走锚。看了一下，我们的船还好，还停留在原地，这是好的。